就是他，任小星。没人知道他的来历。传说中能够逆天改命的顶级豪门培训师，有一个被霸凌辍学的网红美术生，被他调教成非遗传承主理人，嫁进了3代世家。还有个被网暴的2线女性，去海外镀了金，成了上市集团的老板娘。可上架，终归是吞针。若这针尖挑着的是财富圈层密码，阶级跃升阶梯，顶级基因迭代，更重要的是扳倒所有曾经伤害过你的仇人的机会。你说，这针该不该吞？骗子，装神弄鬼，胡说八道！李思佳，你闹这儿来了！我要退费！这就是你们吹上天的培训师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件正经牌子，还敢帮人嫁入豪门？黎氏财团替我砸了那么多钱，连沈凡琛身边50米都进不去，草台班子！第一，黎氏财团替你砸钱，说明你连财富支配权都没有。第二，黎氏资金链断裂的消息，下周3就会登上财经版，你不过是家族续命的棋子罢了。第三，你们连对方的底细都没有摸清楚，就敢赌沈凡琛会为你动情？可我是顶级音乐学院毕业的，从小就有很多人追我。等黎家破产，你的琴技在沈凡琛眼里连尘埃都不如。沈凡琛，沈氏唯一嫡系继承人，全球甄选风尚人物榜连年前3，金字塔尖孤品，多少世家千金都想带着祖辈的资源凑上去，却连他私人助理都见不到。可1个礼拜之后，我家财务危机就会公布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李家3公子从小厌恶从商，最爱艺术，刚被花钱捧红的明星前女友劈腿。他今晚会去听交响乐，丽丽会安排你临时顶替小提琴首席。首席，这怎么能说换就换？因为指挥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客户。可我刚抢到沈氏晚宴的入场资格，无故缺席是会背上黑名单的。等你成了落魄名媛，才是真正的永远隔离于上流之外。好，我都听你们的。你们还成家破产，逼死了我妈，还不肯放过我们！要怨就怨你得罪了沈家。沈凡琛，我折服起你，搞到我昏迷。是金凡琛，你死气。沈总，福布斯实时榜单显示，您身价一夜暴涨307亿美金，沈氏将冲击全球前10。您拒绝了皇室公主和首富之女的舞会邀请。传言说你有厌女症，是真的吗？不止厌女，
你有胆子下药，我倒要看看试试。李公子已经在后台跟黎思佳聊上了，沈凡琛那边真的没问题，一切顺利。我从休息区潜进了他的房间，这药是特制的，只会让他吐出蜜，不会伤身体。这么下作的嘴型，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让安保带你出去？沈凡琛，我下的明明是催眠药，怎么会？沈凡琛，你误会了，不是。竟然真的是催眠药，今晚有别人在如果他根本没这么用，我今晚肯定会是。He could be me, they want it all. But waiting in an empty room with a feeling that it's closing in. But if I'm nobody there,死在沈总床上，我愿意。你怕吗？他嘴里每一句真话，扣着莫名不容，失去为什么他的身体你是凡尘。deep in your eyes,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. 程之远，你怎么能跟仇人睡在一起？快回医院，伯父病情恶化了。沈凡尘，游戏开始。帮我把昨天晚上那个女人找出来。凡琛哥哥，我是婉柔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了要陪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昨晚遇到了点意外。可是你昨天就这么丢下我，姑妈特别生气，说不想认你这个儿子了。那本来也不是我妈妈。沈总，有消息吗？那女人身份不大简单。
任小星，来历不明，5年前创办了这个名媛培训班，就在这里担任总培训师。培训师？他们这个班都是一些想要嫁入豪门的假名媛，有的出身低微就想往上爬，有的出身高贵但怕往下掉。任小星就帮他们分好层级和目标，最高的就是你。以后他的消息不用再告诉我。是。我愿意。抢救了这些天，你辛苦了。爸，只要你情况能稳定下来就好了。可我不好，看见你还纠结着过去，我就难受啊。可城市破产，妈的死，您的病都跟沈家有关。当年那些债主和股东威胁说要杀了你，咱们父女俩改头换面，隐姓埋名，伪造了过去的所有，才熬到了今天。你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？志远，医生说我的情况，除非手术，否则就没指望了。可手术费是天价。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。爸这老骨头，算了吧。最后的日子里，爸只希望你放下过去，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亲，这次我不能停。什么？凡尘，你看这白纸黑字是你父亲亲自签署的，在你28岁要是还不结婚的话，那核心资产处理权就不能独占。这还有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，我给你介绍了几个世家小姐，你这谁都不搭理，你这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呀？您是真的关心我，还是想捧季昭也上位？凡尘啊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要是再不结婚的话，我就提名昭也当监事，这个合情合理啊。是啊，凡尘，你说昭也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他帮你那也是应该的。你若是真不想放权，那就尽快把婚事给定下来。我们董事会也给你推荐了几家，都是3代合作的。要是你实在不喜欢，那婉柔家世清白，知书达理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呀。对呀，季阿姨，不用你操心。这沈凡琛啊，跟他爷爷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嗯，想当年我也是个影后，他爷爷就宁死都不肯让我进门，逼得朝野出生之后，就只能跟着我姓。哎，瞧瞧，把我这好姐姐给气的。当年那场车祸设计的可是天衣无缝，沈氏夫妇通通都成了烂泥，我们呀，一定能笑到最后。这沈凡尘不死，哼，我还真笑不出来。还有那个婉柔啊，真是不争气。那是沈凡琛，确实不行。他单身这么多年，那天晚上都被下药了，他还让婉柔全身而退。信托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如果到28岁，他还未婚，朝野的检视任命随时能发。我说过，以后这个女人的消息不要再告诉我。有些事儿您应该知情。之前为了调查任小星是否购买迷药，我们调了她的购物记录，但是结果并没有迷药。但调查到她这2天去药店了，购买的都是同一样东西。我已经让黑客修改了数据，保证验孕单万无一失。张医生，什么？我爸的情况更差了。那到国外还差300万手术费。哦，好。妈，请你给我们2个力量。任小星，我们谈一下。婚前协议？沈先生怕是误会了吧？我们俩不过是露水交集，犯不着合约捆绑。你是7年来第一个能爬上我床的女人。再说，沈家也需要第3代继承人来稳定局面。沈先生怎么能确定我孩子就是你的？你的验孕单上有日期，我的人也查过，你近半个月都没有和别人过夜。总之2年时间，除了法律上的约束，你我并无关系。假结婚啊？真结婚，不过是协约婚姻，毕竟每段婚姻都应该有个期限，不是吗？条件呢？每年1000万的生活费，到期再送你一套江景公寓。如果你能配合生下孩子，我再给你加50个亿的信托基金，由孩子继承。
看来是有人把你逼得很紧啊，沈先生。这与你无关，我会把你包装得很好，到时候没必要。让我猜猜，是你的继母季曼丽在逼你。我听说你这个继母可是影后出身，这些年来没少在沈氏兴风作浪。所以你得让对方先犯错。我父亲下周有一个心脏搭桥手术，必须得是哈佛教授的主刀。术后特护呢，得是瑞士团队，疗养药必须是原厂进口的。你是觉得我沈凡琛做不到，还是你已经答应了，再和我谈条件？沈先生别误会啊，这是我的诚意啊！我父亲的病会保证我的配合度，这可不是要挟，这是我们两个这个交易之间的附加项。我要先看到手术费到账，外加教授团队的确认函。开个玩笑，看清我或要挟我，哪个我都不在乎。成交。沈先生，合作愉快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您父亲恐怕短期内还醒不过来。爸，我要结婚了。没想到是沈凡琛，沈家的人。那晚，我用黎思佳的身份去了晚宴，想要接近他，录下证据。可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？有一刻，他和7年前的那个人太像了。我动了心。本该答应你不再查下去，可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儿，我只能机关算尽了。爸，当你再醒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把沈氏是怎么坑害我们程家的都查得清清楚楚。至于7年前的那个人，我想应该没缘分了。沈凡琛这种万年冰山居然会结婚，前阵子还猜他会孤独终老呢。好神秘啊！是影视千金，还是哪个女明星啊？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凡琛哥怎么会突然订婚呢？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都给他下了药了，你还能把事情搞砸？他会不会是为了应付信托临时找的？只要这种婚事出现问题，这招也还在戛纳领奖，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季昭野，3料影帝，他不是在海外吗？
静殿，女后林薇，歌后 Teresa， 国民初恋白小都向女士好。你是为谁回来的？他们都是朋友。今天是我哥的大日子，作为弟弟，怎么能缺席？这么好，我操！怎么突然会这么好？真合理就合理，没有事。来。就是他呀！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好漂亮！这是哪个童话里走出来的？哎，他耳垂是塔希提珍珠，去年苏富比拍出了1000万天价。机影滴是火，沈大少就是冰，可这冰一化，比火还烫人。沈大少真是绝了，这位冠切就是行走的高奢广告啊！你是那个黎思佳的导师？你是林小姐？姑妈，你看他就是那个任小星。什么任小星？之前我朋友跟我提起过，他那个培训班教的是什么礼仪理财。原来是一个培训班的老师，这么低的身份也配嫁进沈家？这沈家往上数3代，哪个主母不是非富即贵？怎么就选了个干培训的？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区一个培训班的老师，跟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怎么配嫁进我们沈家？您天天催着我结婚，现在我结婚了，您又百般阻挠，是何居心？对呀，这季少爷回来的突然，难道是为了夺权？我一直还真是就是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您的关心太沉重了，恐怕凡琛承受不起。长辈说话哪容得了你在这插嘴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公开下骗，明媒正娶，您呢？这豪门是这么真是一简单，好像连个戒指都没有，就把孩子给生了。你们给我闭嘴！凡琛哥，你可知道她是怀了我的孩子，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姐，不对，按照信托条款，她要还有了个种，赵爷岂不是进不了董事会了？她肚子里的孩子姓沈就够了。今天到场的各位，咱们在商言商。你们看重的是白纸黑字的合约，还是我未婚妻的身世？小星是我认定的人，就算她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我也会让她坐稳沈太太的位置。有不满意沈家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哥，眼光不错。这嫂子，我认了。真的认了，这家境豪门啊，果然不愧是他呀。沈小姐，您的行李已经运到，我家少爷还在应，稍后就来。谢谢。按照沈家的祖训，订婚以后需要在沈家试婚半个月，以备考验。试婚？考验？没错，在此期间，除了沈家主卧以外，我们会在你住的地方放置摄像头，是为了确认订婚的双方是否合适。哪种合适？从性格到处事，房事、子嗣当然你有身孕，这个自然没有问题。从您的出生证明到大学成绩单，
都不会漏查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您也可以对我们大少进行背调。他一个大名人，我调查他有用吗？这个您自己决定。祝您顺利通过试婚，成为我们沈家的女主人。嗯。表现不错，沈太太。兵行险拙，这是你的风格。不过敢在订婚宴上公开你的身世背景，恐怕明天你的消息就会上热搜了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他们让你娶门当户对的女人，可是恐怕无论是哪一家，都会和你那个继母有利益牵扯。你只能用我这样身份低微的人来打他们的脸，证明你就算娶了一个一无所有、声名狼藉的女人，依然能稳住现在的地位。你还真是不怕死。我将成为你的妻子，是贫是富，大家早晚会发现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在婚宴上闹一场大的，用我的事引季曼丽出手，这两边八卦上来，大家肯定是更爱看影后小三上位史啊。既能爬床，又能下药，还能耍了季曼丽。你很有意思。你我分房睡，互不干涉。公关部门会打点好今晚来的宾客，以后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等试婚结束，我会另外给你安排住宿。分房睡不出3天，各大新闻肯定会传出沈太太独守空房的绯闻。所以至少在沈宅，我们得演得像回事。想玩会？同床共枕，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。可我睡不着怎么办？难道你想？放心，你很安全。你说的睡不着，就是各干各的呀。城市财务造假调查。睡啊。
走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画设计图，缺点模特数据。你还有这爱好？哎呀，半桶水嘛，都是半班需要。正好缺模特的数据。你身材比例这么完美，借我量一下。你觉得我信吗？当然了，确实很完美啊！你看，1、2、3，还要量吗？我帮你量。别招惹哼，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培训班老师都比你强。这样来看，那碗下药倒是让那个小贱人讨了好。季昭也还真坐飞机走了，还认他当了嫂子。昭爷这是不争了吗？他不争，我争。还有半个月的试婚，我要让任小星过不去。姑妈，那凡尘哥哥之所以选他，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他怀了个孩子吗？我也是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小机灵鬼儿。你还好吗？再睡一会儿。沈氏冻结了你所有的账户。晋夫人说了，再不让你继承权，护照也会被吊销，永远黑在这儿。人红灯区，
第3天了，今天再不见客，就把他打死。老实点，谁会点他？下药他凶得跟狼一样，再不开荤，你得死！我要他啊！没想到，你还好吗？再睡一会儿吧。我今天的飞机回国，这是临别礼物，你自由了。沈总，坏了！我刚得到消息，季夫人说关心小姐身体，要带她去做全面检查。刚刚以您的名义，已经把她带走了。沈家骨肉，马虎不得。顾医生可是我7年前重金挖来的，很尽责。任小姐，今天只是常规采血检查，很快就好。不必了，上周我都去医院检查过啊，医生说孩子很健康。但是，这健不健康可不是由你说了算。你放开，放开！顾医生，是7年前来的沈家吗？顾叔叔，你这给我喝的什么？小月，你最近在医院陪床太累，歇一会儿吧。这样好像跟之前的不一样。夫人放心，新药效果更好。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以前你样样都比我强，但是你别忘了，10分红石变成灰。我不要扎针！你们这样对我，沈凡尘同意吗？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沈家，可你呢？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放轻松，不要动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动我的人？
凡琛，这顾医生只是给他做了一个身体体检，这血也都抽了，今天肯定是要出一个结果的。夫人，报告好了。凡琛，你看看吧，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把关啊，你就被这个女人当傻子耍了。任小姐的血样里没有检测出妊娠相关的激素，疑似假孕。任小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挂着假孕的幌子在这儿来向我们骗婚，你真当我们沈家是你这个不明来路的女人随便进的？别耍花样！他就是一个满嘴谎话的一个骗子，这以后不得给我们沈家丢尽脸！哎，走。顾医生，这份报告，我以多年行医的经验担保，检测结果绝对正确。这份报告的主人的确没怀孕啊。可这报告的主人是我吗？采取样品，大家全程都盯着，肯定是你的。我要求看看监控，那个冒牌货不能让他进门，你懂吗？我会把备好的未孕血样藏好，换掉他的样本，可就是怕沈总会带着他去医院复查。那个血样只是一个引子，我已经安排好人了，只要他出了这道门，过了今晚，无论他肚子里的种是真是假，我都会让他变成假的。但以防万一，绝不能留下任何证据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人把季家的监控动了手脚。唉，这今晚毕竟是家丑，我早就让人把所有监控都关了。沈小姐，你还是别再挣扎了。任小心，你先跟我回去，这事以后再说。凡琛，你还维护这个骗子？孩子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别急啊，我说看看监控，说的可不是季家的监控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啊！管家跟我说，为了保证试婚考验到位，沈宅里除了卧室，到处都是对着我的摄像头。你想查沈家的监控？哎呀，你看我，被你们带来之前，我也是嘴馋，一口气吃了10来颗从婚宴上带来的喜糖。我爸爸身体一直都不好，所以我照顾病人久了，有些指标自己就看得懂了。正常人吃了这么多糖，血糖至少会升到6.0毫米每升以上。可是这份报告里面，这血糖怎么才4.8毫米每升啊？啊？所以说明这报告根本就不是我的。不愧是你。走。顾医生，这血样早就被污染了吧？应该是怕查出我真怀孕，打了你这个假血样的脸吧？顾明远，你太过分了，竟敢弄虚作假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我也是想替夫人分忧，所以才自作主张。来人，赶紧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去！别急啊，
你这把顾医生赶走了之后，你又得找人再来抽我的血啊！我看谁敢！以后你再敢胡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让姓顾的滚！哎，沈总，别呀！我尽情尽力为沈家7年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您给我抬贵手啊！夫人说了，今晚从宅子出来的人，务必给打到半死。夫人不是说了，要打的是个女的。动手！错不了，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是夫人要灭口吗？看来已经有人帮你收拾了顾明远。你信我？坐稳。找人收集顾明远干过的脏事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好的，老板。社稷反击，步步为营。到底还有多少事情完成？知名医生顾明远近日被揭露曾多次非法使用药物，受害人还包括当年的程氏夫人，而他在被人打至残疾入狱后，因重伤不治而亡。妈，当初你病重，让我去找季曼丽，说她是你表妹，受过你很多恩惠。可结果呢？她却派来了顾明远那个人渣。后来，在你死后很多年，我才明白，什么表妹，不过就是嫉妒了你很多年，处心积虑的要搞垮我们程家。你看，恶人有恶报。下一个就轮到季曼丽了。沈凡尘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沈总，我们将任小姐那晚留下的血样做了检测，她没有怀孕。果然，沈总，您猜到了？我不大明白，您为什么要私下做检测，而不去当面质问她呢？这么狡猾的女人，看她在你面前撒谎，多有意思。任小仙，你敢骗我？你真以为自己能无视？沈凡尘，
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顾明远死了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不过你好像靠我太近了吧？沈凡尘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合约夫妻？而且我还怀着孕呢。怀着孕呢？我就是好奇，我们的孩子是在这儿，还是在……别伤着孩子了。你怕这个？当然了，你和我结婚，不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？万一这个孩子出事没有了，那我们不也就……没事啊，那我们就再生一个。沈总，任小姐曾是名媛速成班导师的消息被曝，现在网上已经传开了。哟，这沈凡琛他千算万算，也想不到他竟敢娶了一个捞女们的头头啊！幸好我提前让人打探出来这些内幕了，这回那个任小星啊，可得身败名裂了。咱们这么做，会不会激怒他？凡琛的未婚妻被人踩成这样了，他也不出来维护一下，这说明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啊！对了，下周风尚大赏，沈氏会作为赞助方参加，要不我们让他更难看？准备好了吗？风尚大赏的总编高鹏就是被一捞女抢的男人，他最恨任小星这样的人了。都听说了吗？今晚沈总和那个任小星都要来，他那个顶层资源规划课都被爆了，净想着嫁豪门了。要是高总编真让这女人进场，明年的女性力量大赏我肯定不来了。任小姐是吧？抱歉，你不能进去。今晚风尚的主题是女性力量。高总编的意思是，我未婚妻不符合今晚的主题。我可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物化女性，把她们作为上架工具的，不适合我们风尚。都是女人，大家嘴下留情嘛。小柔，女人和女人可不一样，你是靠设计师本事吃饭的，哪像她？对，这个女人现在啊，名声都已经臭了，还妄想挤进我们的圈子。赶紧赶出去吧，晦气！高总编，在你指责他之前，能不能先搞清楚，他的名媛培训班教的是什么？
还能教什么？教怎么嫁豪门，教怎么用身体换取资源。他教的东西，我们比你们更清楚。抱歉，沈总，私人飞机在这附近不好降落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还真是活久见，顶级豪门掌门江夫人，还有月星科技首位女总裁苏童，还有老派世家的主母向太，这几位怎么都来了？你口中物化女性的任老师是我的恩人，当年我的女儿被家暴，我要为她找一个权势更大的男人压她前夫，是任小星她拦住我，她教我女儿怎么搜取家暴证据，争取财政独立，还告诉她自己站稳了才是一辈子。我初入职场时被人潜规则，当初遇见了任老师，教我如何化险为夷，走到今天，我的公司市值过亿。现任是因为欣赏我的能力，才跟我走到一起，而非所谓的依附。我受沈总所托，向大家展示一些东西，请大家把手机打开。新闻上，名媛班的学员，他们曾被家暴、被欺骗、被职场打压，是任小星用高额学费当幌子，变着法子把钱还给他们。原来任小星开课帮他们找到真正匹配的人，是为了帮他们重新站起来。他还帮他们求学、创业。不可能，那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他是为了我们这些人着想，不想揭他们的伤疤。我们看到小星在网上被围剿，是自愿过来帮他证明。任小姐，是我没有查清楚就妄下断言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能把这些人物都找来，沈总花了多少钱？我只是不希望沈氏名声受损罢了。刚刚得到消息，今晚的风尚年度人物，组委会一致同意颁给任小星，是她让女性力量更动人。欢迎颁奖嘉宾，影帝季昭野。影帝啊，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在哪儿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可算见到真人。昭野，他不是在海外拍戏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我回国筹备新戏，有幸见证这一切。没想到我未来大嫂不仅聪明，还有故事。如果有一天大哥受不了这些故事，想放手了呢？给今夜最闪亮的星，也愿你的光芒不为任何人而熄灭。沈凡琛，今晚谢谢你啊。怎么谢？你想我怎么谢啊？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办名媛培训班不是为了钱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你呀。你确定？下一段再好一点。拒绝我？不是，只是
完结，终点继续蜿蜒。只是最近孕期反应。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针孔没了，结果可不会变。那晚你从季家离开之后，我就把你的血样送去医院检测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根本没有怀孕。糟糕，被他发现了，得想想办法，否则就查不出当年的事。我真是自作多情，我还以为哪怕只有1秒，沈总会信我。别说这些了，你还欠我一个解释。为什么骗我？我解释过了，是为了你啊。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是真的，我本就没有那么爱钱。从很久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你的脸之后，我就那晚终于得偿所愿了，后来居然还想贪图更多，所以才用了那种方式。既然被拆穿了，那我们可以解除婚约。这段日子我真的很开心，对不起，我就先离开了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沈凡彻，你疯了！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带我走。沈家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既然你要的是我，就留下，直到合约期满。沈凡彻，你别后悔。我知道你是个骗子，可我还是不由自主想要你。所以你想要的只是我的身体。那我们各取所需。绝不动心。却能否下的慢一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当当当当，我的露娜小公主，生日快乐！妈咪，这不是你的项链吗？对，这一条项链一半是星星，一半是月亮，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物，送给你。星星，月亮。愿我如星，君如月。夜夜流光，相皎洁。给你起名叫知月，就是希望你也遇到一个懂你、爱你的人。知月，知月，他会懂你、爱你。懂我，爱我。对，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离开你，但是等到那一天，会有一个人替我们陪伴你走到尽头。爸爸妈妈，我不要你们离开。任小星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？我这是动心了。
落灰的黄，遮盖的伤，躲在你的眼光，默写你写过的愿望。这是多转一转，试婚结束，我马上带你去领证。我们的合约进行下一阶段。可是你已经知道我是佳慧，昨天晚上不是说绝不动心，各取所需？你就是我的所需。我的身体，还是一切。沈凡琛霸气护妻，沈凡琛与任小星正式领证。沈氏集团股价单日上涨8%。是他回来了，是他，是陈之月。从那天晚上回来你就这样，你到底慌什么呀？爸，你还记得陈之月吗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陆南城。你是说程家死掉的那个女儿？对，当年在英国，他永远都是第一，他每次举奖杯都喜欢这么亲一下。别紧张，那就是个动作而已。爸，那个动作刺激的我当年根本都睡不着觉，我比任何人都熟悉。他永远都比我强。温柔，你说我们比赛后该去哪儿玩啊？我哪有那个心情想这些？我不像你，化名录那投个稿都能被顶级时尚杂志录用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哎呀，就当来玩嘛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灯区啊！志月，走一天了，喝点咖啡吧。谢谢。糟了，我的手机落在刚刚买咖啡那儿了，我现在去拿，你在这等我啊。哦，等等我啊。我给他下了药，让他在红灯区失了阵。第二天我按你说的，我本来想着去偷拍他出事的照片，可我到那之后就看到一个男生躺在那儿。程之月，你在红灯区招嫖，我要把这些照片都公开。程之月吃的可真好。不对，他人呢？当年我就是拿了他的设计稿，才得了后来的金奖。后来您跟姑妈害他家破产，他都没来得及追究这件事情，自杀了。到现在你还留着这半条项链干什么？一开始是心虚，我怕扔了被人发现。后来他死了，我怕他回来找我。我听说留着死人的旧物就能防止被索命。别做贼心虚了，他都已经跳江死了这么多人，就算是鬼，都已经投胎了。可是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啊！爸，这个任小星出现的太蹊跷了。如果他真的是陈之月的话，那到时候追查出来这件事，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。避开沈凡琛，先找到证据，让他再死一次也不迟。
收到你的消息，我都吓死了。你这假音被揭发，也太惊险了。幸好你以退为进。但是现在沈凡琛除了那方面，对我戒备心都很强。哪方面啊？哎呀，哪方面？哎呀，好了。总之，现在要继续查线索，还得另找切入点。行吧。不过幸好啊，拜沈凡琛所赐，你最近风评不错。我借着是你助教的关系，又拿了一些当年沈氏收购程氏的消息，翻你邮箱了。所以这件事跟季曼丽那边关系不小。昭野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沈凡琛这一次又赢了，我们母子迟早要被他给赶出去。我回国就是为我的心系星月如初找戏服设计，没空管沈家的事。到底是戏服重要，还是沈氏的权位重要？你的心是铁石打的吗？我早说过，我对权位没有兴趣。这是我自己写的剧本，我必须要把它给拍出来。真正能让我上心的，就只有这个。你将来被人踩到头上，你迟早会后悔。Luna， 源自拉丁语的月。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看到你这个设计，我都爱上你了。季哥，查遍了设计圈的数据库，Luna 这个名字太常见了，找不到匹配的人。再说了，就一部知名的设计，能行吗？这个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缠枝纹的设计，又叠加了星月元素。我饰演的是一位穿越时空的东方匠人，只有这个最符合意境。可这是7年多前的作品，估计设计师早转行，或者换艺名了。找到这本杂志的编辑部，要投稿时的原始邮件，必须找到的。季哥，你要的邮箱。编辑部说只知道是个华人女生，当时投稿说这个设计是为了贴近她父母的爱情，他们曾邀请露娜到编辑部面谈，但她根本没有出现。试试总比放弃好。你好，我是演员季昭野，偶然看到你署名 Luna 的星月缠枝纹设计，想邀请您担任我的戏服设计师，让星月交缠中的爱情走向国际。你看这里，当初程氏的财报，很可能是季曼丽利用你妈妈的关系偷的。我这旧邮箱怎么老弹出这些梗概？季昭野，我没看错吧？才说到他们，季昭野，季曼丽的儿子，竟会来找你帮忙设计戏服。星月缠枝纹，我当年在国外上学，没有机会来参加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就只好把这个设计图当成礼物送给他们。一定是他们在天有灵，这才让这个成为了让我接近仇人的机会。可你要是答应季昭野，不就暴露身份了吗？不会，当年我总得第一，爸妈让我别总出风头，所以我投稿的时候都用的 Luna 这个化名。用这个化名的设计师很多，没人能确定是我。可你已经是沈凡琛老婆了，这样去找季昭野，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？顾不上。之前在调查沈氏的时候，我得到过的消息，季昭野的工作室和季宅相连，现在沈凡琛那边线索中断，我只能接近季昭野，才可能得到季曼丽犯罪的证据。季哥，预约的露娜老师到了，赶快把她请进来。可她是……
大嫂，季先生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露娜，只是用起的化名。你是露娜？星月禅之吻，我17岁时画的作品，星月交叠加上中式古法刺绣，表达坚定与守望的爱。可我怎么不知道我大嫂还学过设计啊？之前在名校设计系旁听过，这个设计图就是当时的作品，只可惜家里中间出了点变故，就只能被迫中断了。收到你的邀请后，觉得星月如初这个故事值得我把这个爱好再捡起来。若季先生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洽谈合作。你不怕我哥生气啊？你怕？情之必得，来。这是今天的事。是。太太早上9点钟从沈宅出发，司机按您说的，偷偷跟在后面，到了星野工作室楼下，看着他进去了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他人呢？至今还没出来。所以他去找了季昭仪。是的，沈总，您也别多想。二少爷他虽然是3料影帝，粉丝上亿，平常爱和别人开玩笑，但他毕竟是您弟弟啊，肯定不会。而且论条件，他哪比得上您啊？您是沈氏首富，要资源有资源，要身份有身份。可任小星没这么爱钱。开车，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可沈总，您下午还有一个跨国会议呢。推迟，告诉所有合作方，会议推到明天，现在立刻离职。没想到你对设计这么有见解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这么懂我的人。你不是懂你，我是对美的一切都略有心得。那既然对设计上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可以聊聊合作方式吗？可以，一切就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来。我希望在设计期间，我可以随意出入你的工作室。随意出入？可是你知道这个工作室连着我家呢。我这个人习惯加班加点，这创作灵感一上来，控制不住啊。可是有这个权限的，除了我妈，也就是这个工作室未来的女主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算了。万一是你呢？有了这个，就能潜入季家了。谢谢季先生。那既然确定合作，我们下一步干什么？我给你量一下尺寸，先把第一批样式做出来。颈围需要精确到毫米，肩膀放松。你身上的百合味很香，你哥知道吗？你可以自己去问他。你这里，你这里，是预言，这大概就是命吧。我要你。Your face was all in there. You can't keep doing that. The way you arch your back, then pull me close to you. You hit it like a champ. Damn, I'm so proud of you. 虽然只有这一吻，但这也是我的第一次。我要记住你。Why I'm gonna surprise you? What is when you slide through? Just feel it.
这个胎记啊，我从小就有，胎记的时候把它遮掉。你怎么了？这胎记还有什么？沈总，太太还在上面，我们的窃听器被干扰了，只能偷听到季少爷把工作室的钥匙给了他，还说了什么女主人。季昭仪，沈总，当心啊！一阵做过手术，皮肤比较脆弱。逐客速度。这么别致的胎记，这要去掉。这是沈氏一族独有的，传到你们这一代，只有你和二少爷有。不要，哥，你要做掉胎记。你给我出去！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国外救回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自己啊？我不是针对你，但姓沈的杀了我母亲，我恨透他。我不要跟他们一样。你可别后悔。这是知情同意书，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。手术过后，你的胎记会消失得毫无痕迹，你再想要回来，可就没有了。去吧。给我出去！以后在外面，不许再提及我有过沈氏胎记的事。这个胎记不许对任何人提起。这个胎记，世上估计就我一个人有。那7年前的夏天，你人在哪儿？7年前，我在欧洲经历了一些我不想回忆的事情。比如呢？比如我去了红灯区，跟那些恶霸打了一架。总之你不会想知道。红灯区。原来是你。你怎么了？竟然是他！我怀念了7年的人，拿走我第一次的人。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，敢保证我把持得住？我该这么做。可是就那一次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如果我和昭野相认，一定会连累的。我在帮昭野量尺寸。你管他叫昭野？你们给人量尺寸，需要靠正金吗？哥，你真是关心则乱。嫂子只是给我设计个戏服而已，难道也不可以啊？任小星，你要是缺钱，我可以给你。现在，立刻跟我走！我不。沈凡尘，我不是你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我也有我的理想和追求。你的理想，你的追求，就必须在他季昭野的工作室实现吗？对，我被他打动了。你还真是……我意思是，我被他的故事打动了。穿越时空的匠人，只为守护一颗真心。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电影万众瞩？你错一步就万劫不复。那我也想是。沈凡尘，我们虽然结婚了，但这是我的权利。季昭野，他疯你也陪着他疯，你是什么居心？哥，我季昭野选合作伙伴，
看的就是才华。他的设计里面有股劲儿，是我找了大半年都没找到的。他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有天赋，他有热情，他想往上涨。你也不能一直把他压在花盆里。赵野说的对，沈凡尘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你是怕我做的不好给你丢人，还是说沈总真对我动心，在吃醋？我是怕你不自量，最后摔得粉身碎骨。就算摔得粉身碎骨，我也能自己爬起来。总之，这个活我接定。为什么？哥，沈氏我都已经让给你了，我只是借用嫂子几天，这难道也不可以吗？对，更何况你管得了我的人，也管不住我的心。任小仙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今天要是执意留在这里，就另跟你走。好，一切后果我一力承担，不用你操心。好，非常好，那你后果自负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合约。明晚12点之前，必须回沈家。是你把他那个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可以叫你小星吗？可以啊。那既然要合作的话，这几天你就住在这儿吧。不过我哥刚让你12点回家，你还真听啊？又不是小孩子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还不能跟他相认。以后他只要在招野办公室，所有的监控画面立刻传到我手机上。沈总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照做，而且我要最高清的画面。简直是开玩笑！有那么多的设计师，你偏要找那个任小星，还让他住在你的工作室里。是啊，朝野哥，我也是学设计的，我也可以帮你啊。我看过你的设计，也就那样吧。哪也比这任小星强啊！他的履历我看过，根本就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的，没干过什么设计。这件事情太离谱，根本就是那个沈凡琛派他来当卧底，想害死咱们母子。妈，如果你看过他的作品，你就不会这么说。你看这个，虽然他没有相关的学历和经验，但就凭他7年前画的这张图，我愿意把我的故事交给他。是任小星。大师，还请您给我看一下，这条项链的主人到底是死是活？此人已万劫不复，也就是说，死了？但其已归来，并将
夺回所有。所以，程真要还魂了。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除非带上故人旧物，在他附近施法，方能化解怨气，逢凶化吉。但这极其困难。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师傅，这事不会被揭穿吧？那林婉柔一看就心虚的很，胡诌一通，他也信。可他要是整弄进无效怎么办？到时候就说是厉鬼所迷，怨气太重，价钱再加10倍。沈总，这些活动文件都等着您签呢。您看着任小姐这边的监控，您看了1天了，这还有好多会议。如果公司没有1天就会垮，那这公司不要也罢了。林婉柔，她去那里干什么？把她给我带来。凡尘哥哥，你为什么让人把我带到这里来？你大半夜跑到季昭野工作室干什么？我就是听说昭野哥最近在忙戏服设计，刚好我之前在国外买了一些适合做戏服的材料，我就想着给他送过来做参考，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你那人拦下来了。刚到，你至少在那门口待了半个小时。我只是不确定那个材料合不合适，加上我听说任小姐也在里面，我要是进去的话，会不会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？这就是你说的材料。绝不能让凡尘哥知道当年的事情。是。这个是我以前的旧项链，我听说昭野哥的戏跟仙月有关，我就想着拿来做个参考。这条项链是你的，为什么它只有一半？当然是我的。这个项链的吊坠本来一半是星星，一半是月亮，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就只剩下一半了。意外？凡尘哥，你能不能别问了？项链给我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这个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放心，我会还给你的。奇怪，凡尘哥对我的态度怎么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冷漠了？难道说大师做的法真的奏效了？早点回去吧。居然，真的是他。沈总，已经找珠宝专家鉴定过了，这2条项链材质一致，断口吻合，
应该是同一条项链。同时，我们也查到了林小姐7年前的行踪，她确实在欧洲。所以她7年前确实去过那里。沈总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事情回忆了很多年，知道真相时有些失望罢了。您指的是林小姐？你问太多。无论如何，林婉柔也算有恩于我。通知子公司，下个月的时尚线的主设计师换成林婉柔，并注资10个亿给他的工作室。是的。什么？沈总，那任小姐会怎么想？赵总，7年前的李烨再美好也过来，对你的，我也就做了这件事。让我们恭喜林婉柔小姐。谢谢你，凡尘哥，我怎么报答你都可以。好好做。林小姐，有人说沈总这么做都只为你一人，但他也有家室，您对此作何评价？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，我是绝对不会破坏他人感情。大师，我想要得到凡尘哥，想的都快要死掉了。您帮我做法的当天，我就转了运。求您再帮我一次。一切皆有缘法定数，施主不可太贪心。师傅，8位数。但心若诚，定数已变数，唯一阻碍是面前挡路之人。挡路人，一定是小心。只要他跟季昭也发生些什么，凡尘哥一定是。更加灵动了。远看是枝蔓相连，近看是星月相依，就好像是一对恋人。这灵感来自于7年前的欧洲。你在那边有没有见过一种项链？星星和月亮相交，相互缠绕，合则相交，分则守望。这么有意思。我之前有过一条，我之前看别人有过一条这样的项链，挺好看的。他怎么问我7年前的事？难道是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？可你却不能说说大哥那段不堪的过去。没什么印象。这些天，只要我一问7年前，他就承认那段在红灯区的过往一定让他很难受。没印象也没关系啊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你总问我这些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因为大哥之前投资了林婉柔？那是他的决定，我无权干涉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好啊，任小星，你得了凡尘哥，竟然还想勾搭昭野哥。凡尘哥哥，我有件事，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沈总，这是时尚线刚汇总的投诉记录，近1周来已经有13起内部反馈了。设计部的人私下说，林小姐连基础的面料特征都没摸清。把饭喂到她嘴边，她连张嘴接都不。把她架空，只留下名誉设计师的头衔。
诞前照拂。是，沈总，您这是要养着林小姐？你问的有点多了。是。任小新，怎么可以？太太怎么这样？你们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？要是没有那张证，恐怕他早就跑。太太是不是因为林小姐的事儿在那里赌气啊？石总，等等我！退车！环保队、医疗队都后转！出人命了！是执行导演，你得接一下。嗯。对了，这几天你也累了，你要是困了，可以到休息室休息。我刚让人收拾过。好。季家和工作室相连，如果想找到证据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小星，我确认了，季曼丽和林万明今晚出席活动都不在季宅。另外，根据可靠消息，季曼丽平时在审视的资料习惯用一个 U 盘装着，上面有7颗钻石。这个东西他应该不会随身携带着的，很有可能就在季宅。你仔细小心，季宅外面到处都是监控，你要出来只能从季昭野的工作室走。好，你让人开车在工作室外等着，季昭野一回来，马上通知我。季昭野，你对我还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啊。但是对不起啦，我得先报仇。小星，季昭野正在赶回来，还有几分钟就到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可是这书房、资料室、楼上楼下我都找遍了，哪有什么 U 盘带钻啊？等等，带钻？季曼丽这个人穷奢极欲，U 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财富，更是他炫耀的首饰。找到了，小星，季昭野回来了。小星，你在里面吗？再出去，还不如在这装睡。怎么门没关？坏了，忘锁门了。睡这么沉，你知道吗？我曾发过誓，绝不跟我哥争，所以当年沈家继承权摆在我面前，我主动退出，把所有的机会都让给了他。但如果他自己放手，自己不珍惜，那我喜欢的人，我当仁不让。
齐少爷，齐少爷，你敢动我的人？你别伤他！任小新，你在维护他，一切都是我的过错，你不要动他。好啊，真是相亲相爱。我没有，沈凡尘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好好的沈太太不当，非要来她的工作室；解释你过了12点还不回家；解释你躺在别人的床上，还是解释你衣衫不整和别人亲吻？哥，不是这样。沈凡尘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就这么饥渴，一晚上都等不了？我饥渴，我哪比得上沈总您啊？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捧那个林婉柔了。不是，你就因为她就要躺在别人的床上？至少她比你强，她不会把真心当商品随意付。沈凡尘，混蛋！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沈凡尘，你混蛋！你放开我，放开！任小香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今晚跟我走，合约继续。一切从复仇才刚刚看到希望，我必须留在沈家。那你还信我吗？信。那些都无所谓了。开车。小希，你真的爱他吗？沈凡尘，你疯了！这是在外面，这是车里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？疼？知道什么是疼吗？是和至亲的人分离，是被最爱的人背叛。我们不过就是一纸合约，我也算你的至亲至爱吗？若说算呢？算了，这些都无所谓了。我只要你。管家大叔，管家大叔，你就把我放出去吧。太太啊，少爷有吩咐，在他从国外回来前，您确实不能离开这里半步啊。你们这属于非法拘禁，我可以报警的。您别急，您的手机和电脑都在床头柜上，您可以正常给外界联系，没人监管您。联系有什么用啊？我手袋落在季少野工作室了，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。你说的是这个吧？
少爷回来时就让人去二少爷那边取了。他特别交代过，您的私人物品任何人都不能碰，原封不动的给您带回来了。这他要是真尊重我的话，就不会把我锁在这儿。太太啊，这少爷要是真想为难您的手机和电脑早被我们监控了。但他说要给您足够的自由。他真这么说？太太啊，这少爷从小受了很多苦，遇见喜欢的东西从来不肯说，永远克制。可唯独对您，他失控了。可他还一边失控，一边又不舍得真委屈您。我有那么特殊吗？太太，您就安心在这儿吧。少爷有事去国外，半个月就回来了。等他消了气一切都好说啊。那让丽丽姐过来看看我总行吧？好吧。小星，我按你说的，找了几家资深的财务分析师，还找了顶级的律师团队。当年，季曼丽和林万明支持了几家城市的下游供应商伪造虚假订单，又联合财务公司做了假账。事发后，找了几个背锅的，出来指认是程氏主导。所以当年的程氏是被精准设计陷害，我就知道，妈妈他们一针一线都不忍心敷衍。程氏100年世家，怎么可能造假？林万明指使几家供应商突然要债，导致程氏资金链断裂。他们就是这一环接一环，毁了程氏。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那沈凡琛呢？他参与了多少？小星，我不想骗你，陷害程氏的财务公司，在后续还为沈氏服务了1年。从时间线和利益关联来看，沈凡琛不可能完全不知情。7年前，正是他从海外回国，接掌沈氏的关键关头。沈氏在高端设计领域一直被老牌程氏压一头，当年程氏一垮，沈氏立刻吞并了程氏的客户资源和市场份额，这之间的利益关系太直接了。所以沈凡琛还有可能是幕后主导之一。我之前看他和季曼丽关系那么差，还心存侥幸。是心存侥幸，还是动心？怎么可能啊！他是杀死我妈妈的人。你一向清醒，但当局者迷。这些年你为那么多人规划，难道忘了？我没忘。对仇人动心，就是自设死局。你说的对，留在沈家越久，就会越依赖沈凡琛，越舍不得这份感情，就永远没有办法为程家翻盘。当断则断，我得先离开这里，去调查清楚，找到当年被季曼丽收买的人证是谁，再联合常氏当年的老员工，才能利用这些证据还程家清白。没那么容易。当年事发后，
那几个背锅的会计早就被季曼丽送出了国，城市的老员工也被沈氏施压，要么闭嘴，要么远走。更别说现在沈氏，现在安保三班倒，除了沈凡琛，谁都别想出大门。不，这是沈氏老宅，不是新建别墅。我看过这个房子的布局，跟程家当年很像。赵野，帮我逃出去。这后门只有历代家主知道，这代除了我哥，就只有我有钥匙。我就知道我没有拜托错人，谢谢你，赵野。我哥他没有为难你吧？我听说他把你锁在家里。他把你……他有分寸。抱歉啊，是我越界。你们毕竟是夫妻嘛。但是他把你锁在家里，这未免……赵野，求你帮个忙，我要跟沈凡琛离婚。这就是我的私人别墅，门禁系统呢是我亲自设计的，密码只有我知道。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哥，都进不来。谢谢赵野，谢谢你愿意帮我躲起来。说真的，我还挺意外的。我直到今天才知道，你们居然是合约婚姻。我爸那时候情况太紧急了，我很需要钱，所以才……本来是说好互不干涉的，没想到他对我的控制越来越强。说实话，我能理解。如果是我估计也控制不住，会想把这个婚姻弄假成真，会想把你牢牢拴在身边。那既然是合约婚姻，所以你从来就不是我真正的大嫂。我马上就帮你联系最顶级的离婚律师，确保你能离开我哥。在那之后，我能不能光明正大的追求你？少爷这时对我动了心，可我逃出来是为了找到证据，去扳倒他母亲。等这一切发生，他会怎么看我？对不起啊，昭爷，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我懂，我可以等，等你准备好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想出国，想彻底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些是是非非。好，放心，已经买好票了。过2天我带你一起出国。小心，这次我绝不放手。什么？他消失了？这根据监控，很可能是2少爷带走的。凡琛哥哥，真是抱歉，如果你不是在这陪我的话，这与你无关。我这是在自责啊。林小姐，你不必自责。沈总到这儿来是为了泰坦后面持续发展，谈海外合作。您来这儿只是为了买包包，本来就两不相干。我这是在关心凡琛哥。任小信，你在哪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立刻叫私人飞机回国。沈总，最近安全问题，私人飞机禁飞。那就买最快的那个航班。我找的那个大师可真是神人，凡琛哥离婚指日可待了。
海外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作为我的设计师与我同行。谢谢你，赵野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我们已经跟机场打好招呼，今天您的航班保密，确保没有粉丝和媒体随行。一会儿您和任小姐走专门通道，不会让外人发现。谢谢，赵野，谢谢你安排的这么周到。还有更周到。律师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。这么快？我还嫌慢了。你和他之间主要是有经济关联，这笔钱我会帮你解决掉。那我怎么还你钱啊？你呢，还要帮我设计戏服，慢慢还也不迟。对了，还有你爸爸，我已经让人转移到了另一家私密医院治疗，确保沈凡琛不会以此要挟你。谢谢你。你先签好协议书，等我们登机后，我会派人转交沈凡琛。小星，我不想胜之不武，你确定准备好了吗？确定啊。你说你要和我哥离婚，但这些天这枚戒指你从来就没摘过。可是你已经知道我是假怀孕，昨天晚上不是说绝不动心，各取所需？你就是我的所需。我的身体，还是一切？我们不过就是一纸合约，我也算你的至亲至爱吗？如果说算的，这少爷从小受了很多苦，遇见喜欢的东西啊，从来不肯说，永远克制。可唯独对您，他失控了。可他还一边失控，一边又不舍得真委屈您。还有时间，慢慢想清楚。我以为我已经决定好了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就是下不了笔。实在想不出来，我们可以先到国外再说。天啊，好久见！有生之年竟然出现了首富。沈凡琛，他不是在出差吗？为什么会回来？他是问我回来了？哥，凡琛哥哥，你慢点儿，人家都追不上你了。哎，你给我小心点儿，别弄坏了凡琛哥送我的包包。那是林婉柔，听说沈凡琛才刚结婚就变了戏，看来啊是真的，确实漂亮。听说还是顶级设计师。他把你圈在家里，自己却带着林婉柔到国外逍遥快活。哎，赵爷，凭什么？你在这担惊受怕，他在那边跟情人回家购物。那是他的自由了，而且我也不想再看见他了。我哥哥还真是眼盲心瞎。眼盲心瞎的人应该是我。我竟相信豪门有当年爸妈那样的爱情，相信短短几个月，沈凡琛就能对我专一，我真傻。凡琛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沈总，你没事吧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突然有些不舒服。要不要吃药？啊？哎。
我们查了监控，确实是二少爷用密道的钥匙带他走了。这算是？而且，我曾经送他的珠宝首饰，他一样没带走。少爷，你这是什么？这少爷，您先别看，拿过来。这是二少爷那边刚刚派人送过来的。支票、离婚协议，任小星这是要跟我脱离关系，他连他爸都……太太的父亲已经被人转移走了，据说也是二少爷的手笔。也许你应该先看看这个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任小星，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，他都是我最重要的设计师。可据我们所知，他没有设计方面履历，而且他不是你哥哥沈凡琛的爱人吗？对于美的追求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，无论是他的设计还是……您这是在公开认爱吗？她是您大嫂，这样是否不妥？借此机会，我也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我的上一段感情已经结束了。少爷，现在满城风雨，为了您的名声，最好不要冲动。往好处想，这也说明太太之前对您并不是图钱呀。我倒希望他是图我的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想变心就变心。现在立马派人去给我查，看看他在海外跟姬昭远在干什么。是。离婚。绝不可能！小星，这些是我们帮助过的女孩，她们知道了你的事，都自愿过来帮忙。你们都不介意我的过去？我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那么可怕的事情，难怪你会对我们这么同情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。谢谢大家。大家现在面前有一个名单，上面列着当年参与陷害程氏的人。我需要你们利用这么多年在国际上流社会积累下来的关系网，找出这些人，利用一切手段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。小星，交给我们吧，你赶紧离开，季昭也还在剧组等你。好，大家不要露馅了，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季昭也的母亲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小星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当初说的那句话。什么话？我当时问你，上架是不是吞针？你说这是扳倒仇人的机会。原来你嫁给沈凡琛，就是为了报仇。对，我只是为了报仇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想。
任小仙，你为什么都不要？少爷，别喝了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这么放纵过自己。不，你错了，我放纵过。您说的是？对任小星，我放纵过自己的心，放纵过自己的情。哼！少爷，以您的权势地位，那想要逼太太回来是易如反掌。您还是舍不得呀。他没有心，我逼他回来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少爷，别喝了，少爷。反正哥哥还在喝，任小星和季昭野那边的戏都已经杀青了，他还没放下。劝不住。您先忙，我帮您看着他。好。从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佛听到了我的祷告，让你看见我的好。你明明就是对我有情，不是吗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，凡尘哥，我删除立刻！谁给你的权利？你啊，你给我机会，给我投资，给我一切我想要的东西，你的偏爱就是我的权利啊！我只爱任小星一个人，你要不要脸？凡尘哥，我只要你，我不怕别人说我是三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放开！你怎么敢呢你？以后不准出现在我10步之内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我们的感情已经昭告天下，反正我等你。小星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听哪个？都要。好消息是，通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证人们终于都找齐了。等你回国办好离婚，等沈氏切割干净，我们就能发动诉讼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，国内时间凌晨发的 ，IP 是沈凡琛家。虽然秒删，但还是被所有媒体转发了。这不也是好消息吗？他已经有了新欢，肯定要放过我的吧？小星，这照片我犹豫过，到底要不要给你看？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。你骗谁呢？
从你离开沈家开始，你就到处找证据，整个人跟丢了魂儿一样。能看出来，你对沈凡琛还有感情，他对你也有心。但男人的心能分八瓣，他能给你的，也能给林婉柔、苏婉柔、陆婉柔。你要报仇，就不能再跟他藕断丝连了。好，帮我联系一下沈凡琛。少爷，电话打到我这儿了。我说了，所有的电话都不接，所有的事情都延后。是太太。什么？小心！沈凡琛，好久不见。小心，你终于联系我了。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我很好啊，马上就要回国了。我也很高兴看到了你的新恋情。不是，你是说林婉柔？我可以解释的。她……你不用解释了。我打电话是想通知你，如果你再不签协议的话，我可就要起诉离婚。你这么久不联系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？对啊，不然呢，沈凡琛？本来我嫁给你就是为了钱啊。那我可以给啊，我能。不必了，现在昭爷也能给我钱，而且他还能给我爱人。我痛得快死了，那你爱他却无法把你忘了。我爱他。沈凡琛，夫妻一场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小香，如果这真是如你所愿。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，全都不对。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。能不就不爱了？沈先生、任女士，确认协议内容无误。沈先生自愿付给您这些房产股份，还有现金。我净身出户，不需要。任小心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？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点珍惜？有。那我呢？那时动心是真的，现在要离开你也是真的。这一次我也没有骗你。好，如他所愿。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，后来有没有幸福起？那个耗尽他一生的等待，后来是否把委屈解开？太多人追逐摇摆平凡。这沈凡琛和任小星结婚的时候还亲亲热热的，这没想到这么快就离了。小柔，你是用的什么法子呀？姑妈，我哪有那个本事？不过呢，我找了个高人指点。姐，出大事儿了！你慌什么慌？这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。这个
陷害程氏，证人名单，银行流水，这都从哪儿弄的呀？早上董事会刚开例会的时候，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和工作书，是程氏那边实名控诉，说我们联合沈氏做假账，挪用公款，活生生把他们给逼垮的。这当年我花大价钱运出海外的那些人呢？活着的那几个律师，被他们活生生的从欧洲的贫民窟救出来，签字招认了。我记得有一个最关键的人证，被我弄死了呀。那个死了的人，他的后人拿着他写的遗书，亲自找上门来了。现在人证物证不齐了。怎么可能？程氏他们全家都已经死绝了，是用的谁的名字？程之月。不可能啊！当年他已经是跳河自杀了呀！哎呦，姐，他回来了，而且他还拿着程氏的身份证明，还做了 DNA 检测，那就是他。你不知道的是，程之月，他就是任小星。我这就去找大师。金曼丽、林万明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，现涉嫌职务侵占、诬告陷害，单位行贿，依法对你们实施逮捕，请配合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季曼丽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抓没抓错，证据说了算。程氏后人实名举报材料，涉案会计证词、转账流水、遗书公证文件，还有 DNA 鉴定报告，形成了完整证据链。季曼丽、林万明，你们当年主导的财务造假构陷程氏，证人已经全部供述。这不是我主导的，是我姐。李万明，他让我干的。李万明，你给我住嘴！是谁指使你的？是你自己干的。这还只是第一笔账。季曼丽，当年我妈妈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指使顾明远害死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派人去灭他的口，他恨毒了你，什么都招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要找律师，我要打电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律师可以找，电话也能打，但现在你们必须给我走。爸妈，8年，我终于做到了。你是安世馆，我是你们心中的父，对吧？他们的账算完，你和我之间的账再慢慢算。完了，反正哥，他一定会把我。季曼丽跟林万明都被抓走了。对，与当年程氏破产有关。据说证据流出，是他们联合财务公司陷害。他们当时想介绍那家财务公司来审视，被我发现了问题，合约时间未满，就都给开除了。对啊，当年您刚刚回国，根基未稳，等您发觉时，程氏已经垮了。他们还想对程氏的老人赶尽杀绝，要不是您及时收购，他们估计连补偿金都没有。还有，说，您知道实名举报的程氏后人是谁吗？他叫程之月，可原来任小星就是程之月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他们说，你们让我进来，我就死在外面。
凡尘哥，是人小希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在说什么？跟小希有什么关系？他都已经承认了，他就是原来的程之月。凡尘哥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爸爸！要是他自己做的孽，就该他自己还。可你一点都不顾虑我吗？你是不是还想着任小星？程之月那个贱人！我不许你这么侮辱他！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？这些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这是他当年去红灯区嫖男模的照片。我跟他当年是同学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虚伪，所以才去拍了这些证据。还有，这条项链根本就不是我的。这是当年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赖在现场的。我当时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承认？我当时想着死死者为大，我不想再说过去的事情，就把这项链认下了。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没死。凡尘哥，你要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啊！小希，小希，凡尘哥，我知道他的真面目让人失望。不，我爱他所有的样子。你要去哪儿？去给他真正想要的。沈凡琛清理门户，为检方提供季曼丽与林万明犯罪证据。审视彻查季曼丽犯罪事实，竟翻出陈年凶案。沈凡琛将一叠泛黄卷宗递交给检察官，卷宗封皮“沈母意外身故案补充证据”字样清晰。季曼丽与林万明双双被判死刑。知名设计师林婉柔被指控抄袭及购买非法春药，出事后沉迷玄学，已精神失常，百年世家程氏恢复名誉。什么事？我是来谢谢你的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当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而且你还帮了程氏很多，并且在我爸爸病得最重的时候，确实是你帮了我。现在程氏昭许，爸爸康复，都得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发现这季曼丽害死人的东西。我也得感谢你。其实我还想跟你道个歉，之前我为了复仇利用了你。如果我说我是甘愿被你骗，你和林婉柔是？我和她的关系我可以解释，我当时只是……沈凡琛，沈凡琛，这是你打我那句，还给你。打吧，这是我欠的。知道我妈对你不好，但我没有想到要用她的命去还。昭宇，是我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这是我老子该赎的罪。你妈从你家拿到太多，我该还。不过我没有想到，从头到尾都是我自作多情。别怪他，要怨就怨我。我只怨我自己。8年前我为什么把你从红灯区里救出来？什么8年前？什么红灯区啊？当年我妈把他丢到了海外红灯区，我赶到时，他刚刚接了第1单客人，他还跟个傻子似的，捧着半条月亮项链。月亮项链？哥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心软，我是不是还能见到我妈？对不起，我可以补偿你，我可以把沈氏一半的部分都给你。我不需要。我亲手选的设计师，给我设计了这样一场好戏，人生如戏，我愿只活在梦里。
少爷，对不起啊。沈凡琛，刚刚他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曾经……对，8年前，红灯区。任小溪，不，程之远，你该对我负责了。这条裙子也太精致了，还有这条项链，一看就是沈总的心意。听说程氏不仅恢复声誉了，还拿了国际专利，真是苦尽甘来啊！之前帮季昭也设计戏服的那部电影，拿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。小欣姐已经回归顶流设计师行列，这沈总要不是先下手为强，还不一定轮到他呢。该改口啦，他现在啊叫露娜程，大名鼎鼎的程之月。之月，爸爸真的很高兴，你找到了爸爸妈妈都希望你遇到的人。沈凡琛，我问你个问题。知无不答。现在的我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，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，而你爱的是程之月还是任小溪？我爱的是陪我度过低谷的程之月，我爱的是我一眼就动心的任小溪，我爱的是和我斗智斗勇并肩同行的沈太太。无论是星是月，你都是我暗夜里唯一的光。下雨别忘了带伞，下班对你说声你回来了，是我最甜蜜的习惯。2人份的早餐，好兴奋啊！真好，太般配了。整个城市从此不再孤单，因为你的存在。今生能遇见我的月亮，遇见你这颗星星，遇见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那你愿不愿意为这份信任签个合约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次结婚还签合约？签合约啊？别啊，小星！沈凡琛与程之月自愿缔结婚约，合约期限为永久。哇，这也太浪漫了，好浪漫！恭喜啊！沈总，签不签？签。不过我要加条补充条款。解约方式：死亡。对，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分开。下辈子还要和你在一起。什么话都说，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，自己都难。哪儿呢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快来看呀！沈念星、程思月，你们俩慢点跑，别摔着了。你也慢点儿。
这两个小家伙，甭管他们。真是太淘气了，都随你了。今天是我们相逢的第10周年，让他们疯一会儿吧。行吧。你说月亮每天都在变，星星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幻想，根本什么都看不清。人们还造这么多望远镜来守望，是图什么呢？你问的真的就是星星和月亮？以前我骗了你那么多，这10年你就一点都不介意啊？月有阴晴圆缺，星星看似方，可无论星光还是月亮，可他们在人的眼里的璀璨，就像这些年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个瞬间，都是真切发生过的。星是虚幻的，月是万变的，就像你一样，你可以骗我1000次10000次，但是你带给我的光，带给我的信仰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现在我回答你一个问题，我认为的守望就是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